26年前，当 Dusty May 第一次来到 Final Four， 他只想带走一份教练的工作。26年之后，故地重游的他却想带走 NCAA 的全国冠军。密歇根大学如何用一块块拼图拼成一个全国冠军？印第安纳波利斯 NCAA 决赛的舞台有多少交错的命运？大家好，这是 Telfer，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。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。1996年 ，Dan Hurley 从塞顿霍尔大学毕业，他是传奇高中教练 Bob Hurley 的儿子，杜克大学明星后卫 Bobby Hurley 的弟弟。高中时期的 Dan Hurley 同样是父亲手下的一名明星球员，但是到了大学之后，一切都失灵了。在大学的5年时间，他没能打出名堂，没有荣誉，没有聚光灯，甚至没有人能再记住他的名字。在父亲与哥哥身边，在 Hurley 这个姓氏之下，他成为了那个多余的人。同样是在1996年，一位叫做 Dusty May 的印第安纳少年高中毕业，带着他的篮球梦来到篮球名校印第安纳大学。他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家族的光环，他甚至不是一名球员。来到大学之后，他成为了名帅鲍勃奈特身边的一名学生球队经理。2000年4月，印第安纳的印第安纳波利斯，人群从全美各地来到这里，这里是属于全国4强的舞台 NCAA Final Four。由名帅 Tom Izzo 所率领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名帅比利多诺万所率领的佛罗里达大学，而此时的 Dan Hurley 已经放弃了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，他成为了罗格斯大学的一名助理教练。这个赛季，他们与疯狂3月无缘，更不要说 Final Four。在来到 Final Four 的人群之中，还有4个印第安纳本地的年轻人，这其中就有已经大4的学生经理 Dusty May。他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冠军与荣誉，他来到这里是希望能偶然撞见某位大学主帅，或许能给他留下一些印象，甚至能求到一份与教练相关的工作。2023年4月，德州的休斯顿，时隔23年 ，Dusty May 回到了 Final Four， 而这次他的身份是一名主教练。在2000年的那次 Final Four 之后 ，Dusty May 先后去到南加州大学与印第安纳大学，担任录像分析师与行政助理。5年之后，他成为了一名助理教练。经历了近20年的历练，他终于成为了一名主教练。尽管这个大学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 ，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，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，简称 FAU。然而，短短4年时间 ，Dusty May 就将这支历史上仅仅闯入过1次疯狂3月首轮出局的 FAU 带进了 Final Four。Final Four 的半决赛 ，FAU 以1分之差输给圣迭戈州立，无缘决赛。而如果他们赢下这场半决赛，他们就能在决赛之中遇到 Dan Hurley 教练所率领的康涅狄格大学。2023年4月，德州的休斯顿，当决赛的中场哨声响起，当比赛的大幕落下，在场边疯狂了一整场的 Dan Hurley 突然陷入了平静。终于，他不用生活在父亲与哥哥的阴影之中，而实现这一切花了他近30年的时间。2024年4月，亚利桑那州的格伦戴尔，时隔1年 ，Dan Hurley 教练所率领的康涅狄格大学完成了 NCAA 的2连冠。这让他几乎瞬间跻身到 NCAA 的历史名帅之列，而几乎是与此同时，体育名校密歇根大学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他们任命 Dusty May 成为他们的下一任主教练。这个赛季，密歇根大学仅仅取得8胜24负的战绩，这是密歇根队史上第一次出现个位数的胜场数，而在 Big Ten 联盟之内，他们更是只有3胜17负。赛季结束，他们炒掉了主教练，曾经的密歇根五虎之一，姚明的前队友朱万霍华德。然后，他们选择了1年前创造奇迹的 Dusty May。Dusty May 上任的第1个赛季，密歇根大学立即完成了华丽转身，球队的战绩从8胜24负变成了27胜10负。他从耶鲁大学招募过来的大3学生 Danny Wolf， 只用1个赛季就成为了 NBA 球员。而在主力阵容几乎全部离队之后，这个赛季之前 ，Dusty May 又带来了4片新的拼图。这位在大专场均6.1分的球员叫做 Yaxel Landberg。2岁时 ，Landberg 跟随母亲从多米尼加来到美国的俄亥俄。Landberg 来自于一个篮球世家，他的父母都是多米尼加顶尖的篮球运动员。高1的 Landberg 就入选校队，但是因为成绩太差，很快他又被校队踢了出去。也正是因为成绩的缘故，整个高2和高3，他一直都没有上场打球的资格。直到高中的最后1年，他才为校队打上球。高中毕业，整个高中仅仅打了11场比赛的他，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看上，他只好加入一所 Junior College Arizona Western College， 这是人们口中的 JUCO， 他们甚至不属于 NCAA， 而是属于 NJCAA。3年之后 ，Landberg 终于转学来到了 NCAA， 转学到了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，简称 UAB。属于 AAC 联盟的 UAB 并不是很多球迷熟知的体育名校阿拉巴马大学，它属于 AAC 联盟。而刚到 NCAA 的第1年 ，Landberg 的进攻手段也非常单一，他只会右手突破。第2年，他终于开始成为一名全面的得分手，一名能投篮的大个子。结束了大学的第5年之后，决定转学的 Landberg 已经位列转学通道中所有球员的第1名。然后他选择在大学的最后1年加入密歇根大学。
这位用双手将投篮扇飞的球员是前全美4星级高中生 Morris Johnson Jr.。高中毕业之后，他选择加入家乡的伊利诺伊大学。但是来到伊利诺伊之后 ，Johnson 并没有获得属于自己想要的上场时间和机会。然而，他在对着密歇根大学宿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这记盖帽，却引起了 Dusty May 教练的兴趣。大一赛季结束之后 ，Johnson 并不想离家太远，于是他转学来到了另一所 Big Ten 的学校——密歇根大学。这位2.21米的中锋叫做 Ade Mara。参加了2023年篮球无疆界之后，西班牙中锋 Mara 选择加入 UCLA， 但是连续2年 Mara 的场均上场时间都没有超过15分钟。大3赛季之前，他也决定转学来到密歇根大学。这名在拿下全国冠军之后疯狂庆祝的3号后卫是前2024届全美第1控卫，他叫做 Elio Cado。从出生开始 ，Cado 就一直在与自己的身体相对抗。他长期与哮喘抗争，他的眼部疾病让他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，而这些都还不算最残酷的。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刻起，他的右耳就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音。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他成为全美第1控卫。2023年4月，高3的 Cado 作为首发控卫，帮助 Link Academy 拿下2023年 Geico 全国锦标赛冠军。随后，他宣布跳级，直接加入篮球名校北卡。但是他在北卡的篮球之旅并不是特别顺利。大2赛季 ，Cado 场均得到9.4分、6.2次助攻，却也出现了惊人的3.1次失误。于是大3赛季开始之前 ，Cado 选择转学来到密歇根大学。终于25至26赛季之前，这4块拼图被 Dusty May 教练拼在一起，成为了密歇根的首发阵容。大2的 Morris Johnson 如愿以偿，成为了一名绝对的首发球员。大3的 Ade Mara 多获得了10分钟的上场时间，场均以67%的命中率得到12.2分。大3的 Elio Cado 将自己的场均失误从3.1次降低到了2.4次。而已经大6的 Landenberg 豪取 Big Ten 最佳球员，入选全美1阵。这支密歇根大学取得36胜3负的战绩，成为中西区1号种子。他们在疯狂3月中一路大胜，来到了 Final Four。而将他们带到这里的 Dusty May 教练，也在26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。26年前，他只想带走一份与教练相关的工作；26年之后，他想带走 NCAA 全国冠军。2026年4月，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。时隔3年，这次 Dusty May 没有在半决赛中失利。半决赛中 ，Mara 得到26分，密歇根大学大胜西区1号种子亚利桑那大学。这次 Dusty May 终于走到了 Dan Hurley 的面前。在决赛中，带着自己组建的球队 ，Dusty May 战胜了这位比他大4岁的冠军教练。时隔3年 ，Elio Cado 再次成为全国冠军，而自己也成为了 MOP。50年前，1976年 NCAA 的决赛，由鲍勃奈特教练所率领的印第安纳 Hoosiers 粉碎了密歇根大学的冠军梦。50年之后，一名鲍勃奈特的学生带着从他那里学来的这句话，带领密歇根大学走完了这条冠军之路。It's not the will to win, it's the will to prepare to win。决定成败的不是你多想赢，而是你有多想为赢做好准备。至此 ，NCAA 男篮的2025至26赛季就此结束。这里是 Telfair，就让我们下个赛季再见。